因为中国、美国与欧洲对着干啊，风向变了，被反给一巴掌不说呢，霸权还在加速失效。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天观察室。近日呢，美国总统拜登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白宫举行了会晤啊，期间双方同意就缓和在电动汽车税收抵免问题上以双边产生的分歧来展开谈判。此前呢，欧洲国家曾接连几次呼吁美国方面能够通胀削减法这个重新考虑一下。然后美国表面上是很积极，行动上却没有任何的动作。而现如今为何又愿意谈判了呢？消息指出，当前美国正在试图说服欧洲联合起来对抗中国。在冯德莱恩出发白宫与总统拜登会晤之前美国官员一直在向欧洲发出有关中国的紧急警告，并且一定程度上的缓和贸易争端。据悉呢，美国政府近一段时间正在向欧洲分享所谓的情报，暗示呢中国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但是相比德国的积极，欧洲一些其他领导人包括冯德莱恩在内呢，却对美国的声明很谨慎，似乎不愿意紧跟在美国背后与中国作对哪怕美国还因此给予了某些好处。比如美国向欧洲人保证，欧洲国家的工资将会从美国去年通过的气候法案中获得税收减免以及补贴。然而即便是这样呢，欧洲的反应仍然是很矛盾的，还有很多国家不愿意退出中国市场。基于此，不难看出美国兴许正是因为知道线下很难再拉欧洲国家入伙对抗中国，所以才会试图用电动车补贴的好处让欧洲国家改变立场。只是呢，让美国没有想到的是，都这样了，这欧洲国家还是不为所动。一时之间呢，孤立中国失败了不说，还意味着霸权在加速的失效。包括法德在内的欧洲多国当了美国几十年的奴隶这次呢，如今是坚定的与美国唱反调，还是因为中国与自己的大哥对着干？难不成呢风向真的要变了吗？在分析看来呢，今时已经是不同往日了。就算有美国的施压，也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开始清醒，想要实现欧洲长治久安，就必须要摒弃冷战思维以及阵营的对抗。而与此同时，加强各国之间的正常工作以及外交等多领域的发展。由于制裁俄罗斯，当前欧洲人已经是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创伤，无法再想象与中国对抗会给欧洲经济带来怎样的后果。曾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前国务院官员说道所以可见他们非常清楚与中国市场站在对立面的严重局面，而欧洲也非常缺乏锂和钴等矿物，而中国则生产欧洲98%的稀土供应，所以呢，就算是想要摆脱对中国关键材料的依赖，短时间内也不可能。至此，美国的极限施压对现在的欧洲而言呢，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而相比之下，他们更怕与中国决裂。霸权惯了的美国，怕是怎么都没想到会有这一天，连欧洲都不再站在自己这边，也没有比拉拢失败还被反给一巴掌更丢人的了。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